消失的魔音，各位好，我是洪维，是玩出梦想的一名产品经理。欢迎来到第7期，也就是玩出梦想系列的第7期。那在3.6版本系统里，玩出梦想 MR 更新了一个全新的功能，支持用户上传360度全景图，自定义 VR 主控室的环境。这是一个我等了很久的功能，也是我认为所有 VR 头显都应该要有的功能。因为像我们传统的手机或者电脑，用户都可以自定义桌面壁纸。而 VR 主控室的环境却很少可以进行用户自定义。那这一期我们就简单聊聊这个功能，包括如何制作此类360度全景图。这个功能其实很简单，在王梦的设置、个性化、环境设置里，可以把环境切换成天空球。我们只需要把等距柱状投影格式的360度全景图拷贝到头显的 Special Skybox 文件夹下。系统就会自动读取全景图，成为自定义天空球，可以是单目2D 的360度全景图片，也可以是3D 上下的360度全景图片。如果是3D 上下的，那么需要在选项里把3D 打开，同时也可以调整天空球的角度以及是否开启脚下的平台。这里我们也提供了一个预设天空球，叫艺术大厅。它和上面的虚拟环境、月牙泉白天、月牙泉夜晚不同的地方在于，虚拟环境月牙泉是实时渲染的模型，而艺术大厅这个环境其实只是一张静态的天空球图片。它的原图是这样的，这是一张等距柱状投影的上下3D 格式的360全景图，上面是左眼，下面是右眼。因此使用此类3D 格式的360天空球图片，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立体感的。3D 天空球的好处是不需要实时渲染模型，因此画面可以做得很精致，又不占用头显性能。坏处在于近处的物体，例如脚下的部分，立体感会出现问题，因此我们提供了站立平台，用于遮挡这部分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。同时，天空球只是3DoF 的，因此在系统里打开6DoF 的图标或者面板，然后移动头部时，会觉得天空球画面和面板的相对位置有点飘。但总的来说，王梦也算是给用户提供了一个可以自定义 VR 主控室环境的选项。那这里我们说一下要如何获取此类等距柱状投影格式的天空球图片。如果你有类似 Insta360 这样的全景相机，那么很容易就拍摄得到一张2D 的360全景图片。互联网上也有很多类似的资源，例如 Polyheaven 上有非常多免费的全景图进行下载，记得下载 8K 的 JPEG 格式才能被正确读取。也有一些 AI 生成天空球的网站，可以让 AI 生成360全景图片。当然，获取2D 的全景图片是比较容易的，而3D 的360全景图片则很少见。2D 的360图片，一个3000多元的 Insta360X5 就可以拍摄，而3D 的360图片，最便宜的 Insta360 Pro 2也需要33000元，贵一点的看到科技的 Obsidian Pro 需要16万。这也是为什么市面上2D 的 VR 360视频很常见，而3D 的 VR 360视频很少见的原因。那这里有一个折中的方案，像我自己拍了很多 VR 180照片，其实可以将其补黑贴到360图片上，或者选取2张 VR 180图片进行拼接，制作成3D 上下格式的360图片。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对于我来说有着独一无二意义的主控室环境了。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期待这个功能很久了的原因。我终于可以像更换手机壁纸一样更换自己的 VR 主控室环境了。那实拍3D 的360全景图片难度很高，但是游戏引擎渲染起来是比较容易的。我们可以使用 Blender 来制作类似的3D 上下的360全景图片。首先打开一个 Blender 场景，调整好模型和摄像机，然后在渲染选项里，渲染引擎选择 Circles， 在输出选项里的分辨率建议最高为单眼8192×4096，勾选立体视法，选择立体 3D， 试图选择立体 3D 和上下行。然后在数据里选择全景和等距圆柱 ERP， 渲染度数设置如下。然后立体视法的模式选择平行，目间距选择0.065米，勾选球面立体和使用极点合并，然后就可以开始渲染。渲染结束后保存图片，它就是一张3D 上下格式的360全景图，拷贝到 Special Skybox 文件夹下，就可以设置成自定义天空球了。这里我就用 Blender 制作了一些3D 的360全景图，上传了一份到视频下方简介的网盘里了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
当然，因为我并不擅长 Blender，所以制作的不是很完美。如果你对于 3D 建模比较熟悉，那么可以用 Blender 试着制作你自己的 3D 天空球，也可以分享给其他人。除了用 Blender 渲染，还有一个 3D 上下的360全景图片的来源，那就是游戏截图。不过这个操作有点繁琐，并且局限性比较大。首先安装旧版的 GeForce Experience， 它在部分老游戏里可以直接截取 3D 的360全景图片。新版的 NVIDIA APP 已经不再支持这个功能。最近的一版应该是 GeForce Experience V 3.28.0.417。安装之后，记得不要点更新，维持旧版本。这里我测试的能够进行360截图的游戏有《镜之边缘》催化剂、《看门狗2》、《巫师3：狂猎》。这里以《镜之边缘》催化剂为例，在 GeForce Experience 设置里启用游戏内覆盖选项，然后进入游戏后按 Alt 加 F2呼出截图面板，调整好视角，点击抓取，选择360度相片环境立体，分辨率拉到最高8192×8192，然后点击快照。此时软件会自动生成一张 3D 上下格式的360度图片，将这张图片复制到 Special Skybox 文件夹下，就可以制作成主控式环境了。那这里有一个注意事项，如果你想要在巫师3中截取360图片，记得启动游戏时，游戏版本要选择 DirectX 11才能正常截图。如果用 DirectX 12，那么生成的360图片的右眼视图会出现错误。那巫师3的风景很不错，很适合用来生成 3D 全景图。当然，并不是每张截图都可以用，经常需要多试几次。可惜只有一些老游戏支持360度截图 ，NVIDIA 已经不再维护这个功能了。不然我很想在《死亡搁浅》或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等游戏中拍摄 3D 全景图。那这一期提及的相关文件，我都上传一份到视频下方简介的网盘里了。里面的 3D 的360全景图片，哪怕你的头显不是王梦，也可以当成全景图片进行查看。例如在 DOVR 里打开图片，然后选择360度 Let Alone 和 Top Button， 即可正确观看。大家可以试着自己制作自己的360度全景天空球图片，也可以分享给其他人。那这一期的分享就是这些了。我是宏维，是玩出梦想的一名产品经理。我们下期再见。